大家好，欢迎回到今天的九九健康咖跟九九健康一加健康一加一，今天又在我们的双频道直播了，然后非常感谢大家哦，就是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那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呢是在九九健康咖，就是九九的新频道，还有健康一加一双频道同步直播，然后呢，未来呢，其实在刚开播的前几天呢，我们应该是说前几集吧，大概前10集，我们都还是会在健康一加一上面同步直播。但是呢，之后呢，就会在九九健康咖这个频道专场直播，所以我们还是会提醒大家，如果您对健康啊各方面就是健康的知识怎么样让自己更加健康的话，您可以在九九健康咖这个频道上帮我们订阅一下，然后帮我们成长一下这个频道，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讨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哦，就是现在大家梅雨季节吧，然后天气又湿又热，而且呢会下很多的雨，然后就会让我们的家里，尤其住在台湾的朋友，可能就是我自己本身住在台湾，然后而且呢，经常啊在梅雨季节或下雨下得很厉害的时候呢，都会家里啊就湿气非常的重，然后你也会发现说，哎，经常啊墙壁啊，或者是有些洗手台啊，经常都有一些霉去不掉，而且这些霉呢，不只是会长在这个屋子里面，它更可能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它可能会造成我们身体里面各种发炎情况啊，而且呢还会造成最严重的。我知道前一阵子我们还有做一个报道，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是包括失智啊这些严重的疾病，还有癌症都会出现。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教大家怎么用哪些方法能够清除我们体内的霉菌，同时包括我们的屋子里面、屋内屋外的一些霉菌，都能够用一些最好的方法来可以去除掉这些霉菌。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2位特别嘉宾，也是啾啾的好朋友，2位大咖专家。首先来介绍一下，这第一位特别来宾就是富谦中医诊所院长李嘉玲医师。他不只是中医师哦，他还是 NAHA 跟英国 IFA 双认证的芳疗师李嘉玲医师。然后第二位呢，我们邀请到居家清洁达人，他有很多的著作，像是生活魔法家以及居家实用妙点子300招，而且还有中文版跟泰文版的轻松收纳，陈映如老师。我们欢迎2位老师。Hello，啾啾好，各位大家好。啾啾好，映如老师好，各位观众好。Hello，大家好。嗨，李医师还有陈映如老师2位好。我们首先就来请教一下哦，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在现在真的是霉菌不只是会我们居家环境出现，而且会进入到我们的体内，那就会造成很多的，包括大脑认知啊、荷尔蒙失调，还有自体免疫疾病也会出现，甚至包括癌症。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尤其在比较潮湿的像台湾这个地方哦，真的又热又湿又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首先要请教陈老师。映如老师，我觉得真的是前几天非常的潮湿湿热，那就您的经验我们家中哪一些地方有一些物品不小心就会发霉呢？对，其实我们家里最常发霉的地方，大家常会讨论的地方，就是像浴室，然后还有厨房这2个地区都是比较容易发霉的。然后以浴室来讲，其实像我们今天图片看到的，瓷砖缝啊、天花板，还有大家常说的 silicone 的地方，其实都是容易发霉的。那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地方，像是我们的冷气的出风口，因为它是冷热空气交接的地方，然后容易积水。还有就是我们的冰箱的那个胶条，因为它也是冷热空气交接处，然后水很容易聚集在那，然后我们也比较不容易去记得它要清，所以它都是容易发霉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有时候是衣服，比如换季的时候拿出来就发现说，什么上一季收起来的衣服明明也是有洗过，拿出来变黄或变黑，那其实都是发霉的一个情况。所以基本上它容易在一些就是容易积水的地方，然后容易有湿气残留的地方，还有我们比较会忽略没有在清的部分，都是容易发霉的地方。
那我们刚才知道，就是其实啊，刚才应如老师也说，就是浴室啊，还有季节放久的这些衣服，真的有时候我们就发现哦，这个浴室里面，还有包括我们橱柜一打开，真的就会有一些奇怪的霉味传出来。因为我不晓得，就是每一个人在台湾是不是北中南，然后有不一样的季节，然后也有时候北部下很大的雨，然后南部没下雨，或者是北部根本没下雨，然后南部就要下很大的雨。我前一阵子有一个小伙伴就说：“哎，我们这个南部真的下很多的雨。”所以其实，而且呢，之后下过雨之后，就会变得有时候潮湿，然后又闷热，这些问题都会出现。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请教李医师了。李医生，其实呢，除霉菌的方法有很多啊。那么你本身也是精油专家、芳疗师嘛，认证芳疗师。那精油的功能，其实各种功效，现在有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来使用，包括在西方社会，很多人喜欢用精油来保养我们的身体。那么我们想请教您哦，有哪些精油的抗霉菌能力是比较强的呢？其实那个临床的论文呢，有很多抗霉菌的精油都有写出来，但是我们呢，就是主要是针对临床上使用比较有效的。那一般有效的话有分两种，一个是分类的精油，分类的精油像它会还有像丁香分的精油，例如说丁香啊、多香果、神圣罗勒跟锡兰肉桂叶。那丁香其实就是像我们那种牙医的那种丁香的味道，那种消毒水味道。多香果其实它就是像中南美洲的那种胡椒。那神圣罗勒其实就是泰式料理里面的那个打抛叶，它跟那个九层塔是不一样的。那另外的话就是一个锡兰肉桂叶，那锡兰肉桂叶呢，它是比较热性一点。那接下来就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另外一个成分啊，譬如说百里香或是印度藏茴香，里面含有这个百里酚哦，它的百里酚的浓度啊大于这个香积芥酚。那还有另外一个香积芥酚的比较浓度比较高的精油，譬如说野马玉兰跟冬季香薄荷。好，那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就是醛类的精油的话，就是像它还有柠檬醛，譬如说柠檬香茅啊、香蜂草、柠檬马鞭草、山鸡椒跟柠檬细子。那这个柠檬香茅其实也会常常出现在料理里面。那香鸡椒呢，它其实就是原住民的那个胡椒，就叫马告哦。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借由这样子给它加在料理里面来帮助抗霉菌。另外还有一个醛类就是肉桂醛，它是中国肉桂皮。那它跟前面的那个锡兰肉桂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的浓度还有刺激性都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但是这两位呢，就是肉桂叶跟肉桂皮，它其实都是比较热性的。所以你真的如果体质容易上火啊，或是说已经有火气的情况下，就是最好是不要使用这两个，那就比较建议用这个柠檬醛的部分跟百里酚、百里香的这个或是丁香酚这些部分。那我个人比较喜好就是用这个山鸡椒跟那个柠檬细子，因为它的味道比较好。那个香蜂草跟那个柠檬马鞭草，它的抗霉菌效果没有那么好。那还有就是有一些啊，有时候我们会说，哎，为什么我选的那个抗霉菌的精油会没有效呢？因为你还要再考虑说，你到底是用在环境里面，还是说你直接用在人体？因为直接用在环境，就是它其实效果就没有那么好，还是需要家事达人去帮忙我们处理这些霉菌会比较有效。那另外就是说啊，其实有的人会说，哎，那我们要怎样让它这些抗霉菌的精油会比较有效呢？就是譬如说你可以各选一种，像丁香酚的选一种，然后呢百里酚的选一种，然后香积芥酚的选一种，你把它各调出来之后呢，混合在一起，然后再选一滴出来去使用在人体，因为这样子会比较好，因为它其实分类或是醛类，尤其是分类，它的刺激性比较高，所以尽量不要说，哎，我每一种都各选一个，然后结果变得浓度很高，有时候反而造成你这个黏膜或是皮肤的刺激，这样子反而就比较不好。是，那么其实刚才就是李医师有告诉我们，就是这些精油的抗菌能力真的是也是蛮强的，就是可以保护我们。但是呢，这些精油其实大部分都是一般来说我们了解都是从植物
你比如说包括辛香料里面提取出来的，那会不会说有的人说，哎，如果直接吃啊，是不是也可以帮助人体抗菌的效果呢？对，其实我还是不太建议用直接吃精油，因为有的书会说，哎，用精油去做料理，但有时候它浓度太高我还是遇到说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这样子灼伤了食道啊，还有这个胃黏膜的部分，造成胃食道逆流、胃溃疡，所以其实还是不建议这样子。那我们相对来讲呢，其实我们倒回去想，就是从它的原型的植物去选择，比如说柠檬香茅，或是直接用这个原住民的胡椒啊，就山鸡椒、马告这样子加入料理，这个也会有帮助。另外的话，就是分类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像打抛叶打抛叶那个神圣乳酪，你就可以来加在料理里面来调味，这样子帮助抗霉菌。是，哎，那么可以请教一下，再进一步请教一下李医师，关于把精油使用在清洁上面，我记得李医生你曾经有讲过，就是把抗霉菌的纯精油滴在厨房，结果呢，像包括一些滋生霉菌的一些地方，结果完全没有达到效果，这让人蛮惊讶的哦。那中间的问题是出在哪里？是说精油的抗霉菌机制跟漂白水那样的清洁剂它是不一样的，是这样吗？漂白水它其实是直接就是破坏这个霉菌的构造，然后适合用在环境表面，反而漂白水不适合用在人体哦。但是精油就又很特别，像有一次我妈她家里就是厨房也是那种就是胶条啊，那发霉很严重。那时候我刚学精油的时候，我就说没问题啊，我帮你。然后结果我就拿了那些精油去滴，完全没有效，真的是超囧的。然后后来问了老师，然后后来在临床上实践之后才发现说，哎，其实这些抗霉菌的精油，其实就是它要进到人体，然后呢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就是破坏这个霉菌的细胞壁啊、细胞膜，或是改变它的粒线体，然后才会进一步就是会启动我们人体的发炎机制，然后免疫反应这样子，所以才会达到这个抑制霉菌它的毒素的效果。对，所以真的还是说，我觉得如环境的抗霉的话，还是需要一些清洁的达人去帮助我们这样子。是，哎，那么我们接下来哦，刚才我想李医生也分享了他个人的经验嘛，那我们就要请教一下映如老师了。映如老师，我们知道您自己也会使用精油在家室里面做清洁吗？或者是说，如果我们要用精油的话，需要再加强什么才能够真正清掉长出来的一些霉菌呢？其实我也有用精油，但说实在，我不像李医师那么专业，就是知道每一种。而且因为我有养宠物，我有养狗，然后我知道有一些精油，其实对家里有宠物的要特别小心，就是宠物会有不舒服的情况，所以我用的其实就比较单纯，我大部分就只有用到茶树跟尤加利这两个比较多。然后起因是因为在之前我是住在澳洲，然后澳洲就是产茶树很多的，然后他们的茶树精油第一还蛮便宜的，然后而且买回来时你如果稍微仔细看它的那个产品说明，它会教你很多，比如说可以添加在清洁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用法，所以我就会试了几些还蛮好用的。举例来说，像洗衣服的时候，有些人会比较喜欢洗衣精是有香味的，比如说比较香氛为主的，但我其实不喜欢有人工的香精在里面。这时候我洗衣服时就会加一点点的茶树精油，那它其实就会让衣物在洗的过程带一点淡淡的香味，就是精油天然的香味。那同时它还有一个抗菌的功效，所以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其实让我们在清洁时可以抗菌，那同时带有香气。那同样的方法我也会用在比如说拖地的时候，我通常一般来说就是用温热水为主，然后也是加一点点茶树精油在我们的那个水里头，然后拖地，那其实就可以代替一些市售的这样地板清洁剂。所以就是精油的使用的话，我主要就是第一个取它有的香味来代替我们一些市售清洁剂有的人工香味，所以让我们可以减少这些东西使用在我们生活上。那同时取茶树或尤加利的一个抗菌效果为主。
那至于像在除霉上，确实就像李医师说的，用在除霉，如果是已经真的长出来的那种黑霉，其实精油的效果并不是那么好的。其实大部分来讲，这个还是要借由一些像是漂白水之类比较能够特别的除掉它。但是在环境的抗菌的话，其实它可以等于是先做一个预防，让我们的这些霉菌啊比较不容易滋生，倒是会有帮助的。是，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进一步再请教一下映如老师哦？如果说，因为很多人家里可能浴室啊、厨房啊，就是如果已经长出来这种黑黑的霉菌，还有其他天然，因为很多人其实不太想用那种高强效的那种清洁液，一喷下去就觉得感觉呼吸道都快要被灼伤了。那有没有就是其他的天然的清洁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除掉这些黑黑的霉菌呢？我会建议大家啊，其实清洁的话，可以先用物理性的方式。所谓物理性，就是比如把污垢刷掉啊、磨掉。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图片上看到的，有一些像是瓷砖缝的那些霉，然后或者像我们衣服上面，比如说发霉这些，其实都可以先把它刷掉。比如说皮衣上面的霉斑，这些都可以先刷掉。所以以瓷砖缝来讲，其实如果说有发霉的话，大家可以选择比如说比较硬的那种刷子，比如地板刷或者比较粗的刷子，然后稍微用力一点把那些表面的霉给刷掉，就是用物理性的方式先把它处理掉。然后刷完以后，比如说我们莲蓬头可以开到比较强的水柱，再把它冲一冲。很多如果它只是刚长出来比较浅层的霉，它其实是可以借由这样物理性，比如刷的力量跟水的力道，其实是可以把它冲掉的。那冲完以后发现说，还是有局部有发霉的话，我们再进一步用其他的比较所谓的化学的原理。那这个时候我会建议大家可以选像是过碳酸钠。过碳酸钠它就是一个氧系的漂白粉，它其实长得很像洗衣粉这样粉状的，然后如果在化工行买，它会叫过碳酸钠，或者包装上也是这个名称，或者会有些会叫活氧漂白粉。其实它就是一个氧系的去污的，所以它在使用的过程中，它产生的是活氧，然后所以是相对安全的，比我们的氯系的漂白来的安全很多。那用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过碳酸钠粉加水，我们如果是局部要用的话，可以把它调成比较膏状，直接涂抹在我们发霉的，像是我们的瓷砖缝啊，或者是一些衣服上，也是可以用这样用过碳酸钠来做处理，其实都会有不错的一些除霉效果。但是啊，如果真的是很严重，举例来说，如果说我们的霉的严重度有1到5的，1跟2大概用我们刚才物理性的就可以除得掉，那3、4可能用到氧系的，这个我们刚才说过碳酸钠是可以去除。但是如果真的很严重，比如到5这个等级，确实就可能要用一些市售的，像是我们常会提到漂白水或市售的一些那个除霉剂，它才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去除效果。是，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进一步那我们可不可以进一步请教一下，就是映如老师，如果有一般民众他可能会说，市售的这种强力除霉啊，其实也蛮好用的，但我家里已经还有了。那如果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正确安全的使用这些强力的除霉剂呢？你有建议吗？对，其实市售的除霉剂，说实在，它确实是有效的。然后大家用了以后就觉得，真的可以把一些比较严重的，像我们刚才说5级的那种比较成年的霉给去除的掉。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会需要它，或者是真的是依赖它。但使用时期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因为第一个，它里面是含氯的成分。所以用的时候一定要在一个比较通风良好的地方。如果家里的浴厕有窗户，最好打开，或者抽风机要打开，然后记得要戴手套，因为它其实是氯的成分，所以手碰到还是有可能会造成不舒服。那因为它里面是含氯，氯就是我们平常漂白水的成分，所以它喷到衣服还是会造成衣服的褪色，就像我们漂白水碰到衣服，所以在使用时要比较小心，不要喷到衣物。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反正都是预测的清洁剂，
那我可以把其他的跟这个有漂白或去霉的一起合着用吗？其实这非常的危险，因为酸性的清洁剂碰到含氯成分的物品，比如说漂白水或我们现在说的除霉剂、去霉剂，它会产生有毒的气体，就是氯，然后它其实是很快就会出来，然后人容易造成呼吸道的不舒服，甚至灼伤，所以一定要非常的小心，所以千万不要跟其他的清洁剂混着用。那另外还有，因为现在的建材非常多，然后有些建材它对于这些比较强酸强碱或者是含氯的东西，其实是容易造成褪色或者变质，所以在使用之前，请先在不明显的地方喷喷看，然后放个大概3-5分钟，确定它不会变色或腐蚀，再比较大范围的使用。那另外呀，在使用时期，产品包装都会有写说，比如喷完以后放几分钟以后要冲掉。一般来说，通常都是建议大概3到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毕竟它比较强效，所以不需要滞留很久。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下产品说明上面建议的时间。那时间到，真的就要把它冲掉，就是要彻底冲掉，不要让它过度的停留太久，以免造成我们刚才说的，比如变色啊、腐蚀这些状况。所以最后一定就是冲干净。那冲干净以后，当然要把那个清完的表面还是要擦干，因为只要保持干燥，其实发霉的情况就可以减少很多。是，我想其实刚才讲到安全使用强效清洁剂这个6守则，真的大家拜托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记住，因为我家人就有一次就是把2个不同的清洁剂混用之后，就当时他就已经呼吸不上来了，所以这个一定是很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我这个讲过很多次，因为很重要自己亲身的经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刚刚映如老师提醒的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接着下来再请教一下李医师了。李医师，你有其实曾经提到过精油使用在人体是比较有效的，但我记得你有提过一次就在门诊曾经有遇到一个案例，就是使用肉桂抗病毒干洗手配方，结果造成他的双手受伤的例子。那我想请教你，这究竟这个配方是哪里出问题，还是配方出问题，还是它使用不当呢？其实都是就是使用不当也有配方出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很多人就是都会研究什么就是看有没有论文啊去佐证这些精油，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临床的研究证据有等级的差异性嘛。那从那个就是体外试验，譬如说细胞实验，然后再进到动物试验，这些等级会越来越高，所以其实细胞实验是最低的等级的。然后接下来才是专家意见，然后案例报告啊，就是譬如说有一些系列性的案例报告啊，那接下来才进到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又有回溯性的，还有就是说随机的临床试验，接下来还有一些大型的随机临床试验之后，我们会做一些总结，才会变成这个系统回顾。那个案例其实就是一个国小的女生啊，她那时候我们在 COVID-19 的时候很就是疫情还蛮严重的时候，所以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们用干洗手用那个酒精就会有效，那就是有的商人想说他为了让他的干洗手比较好卖，厂商啊，然后他觉得他就去找一些论文来看，发现说原来肉桂可以抗病毒，抗 COVID-19 还有效哦。然后结果他就把它加进去干洗手里面，那他只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不知道肉桂其实它对这个我们的皮肤是非常刺激性的。虽然说手比其他皮肤它的那个可以忍受的浓度更高，但是你如果长期就是很频繁的去使用的时候，还是会造成这个刺激性的皮肤炎，所以他的皮肤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受伤。那我一开始也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这个小女生，因为我们一般看到就是成年人比较会常见这个有像类似富贵手啊这种因为体质的偏差造成的这个手啊有一些红疹啊，然后裂开啊，然后有流汤流脓的情况。但那个小女生应该不会啊，因为她体质看起来还好，但是后来一问之下才发现说，原来她长期就是那一阵子长期使用这个还有肉桂的这个干洗手之后造成，所以后来就是跟妈妈说，这个就不要再使用了，然后让她的手去休息这样子，然后我们再从中药去调理她的体质，让她恢复这样子。
对。哦，其实李医生，你刚刚说的这个案例啊，不只是在就是外用这些酒精精油上面，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可能在从 COVID-19 之后，大家就会觉得很多啊，就是包括吃什么用什么，那可能就会去自行去使用，可是它其实使用并不是很得当的时候，就可能会引发这个问题。我觉得科学报告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到一些配方啊，或者是一些物质啊，或者是一些包括中药材对我们的帮助，但是我们如果不正确使用它的话，其实可能会伤到我们的身体，所以其实这个时候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来去咨询适不适合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请教一下李医师，您刚才有提到抗精油霉菌的效果在人体比较有效，那具体你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比较有效的话，其实就是像我儿子啊，我儿子那时候他刚刚有讲到的胶条啊，像我儿子在今年就是他小学5年级嘛，那今年4月的时候春假的时候啊，然后本来想说要把他带出去玩，结果他就开始拉肚子，然后就发烧，然后我本来以为他是单纯的那个就是像诺罗病毒啊那一种。就是细菌型的肠胃炎这样，不是病毒性的肠胃炎，所以我就第一时间呢，就是给他滴广藿香精油在肚脐上面，结果效果没有那么好，因为如果说一般病毒的话，1天内就会改善了，然后结果他整个春假就是一直吃的东西，然后就拉肚子，然后就肚子痛，然后几乎都在马桶上度过这样子。后来回想起来，每次吃完东西才会。那他的食物有什么问题？都跟我们吃的一样。那喝的水，因为他其实蛮爱喝水的。结果我后来发现他的那个保温瓶很恐怖，就是里面都是就是霉菌一层。那我想说，我之前其实我都1个礼拜就给他洗一次他的那个瓶子，然后结果后来就是它可能速度越长越快，后来好像1、2天就长出来了，然后我才惊觉，后来我就把整个那个保温瓶都丢了，因为再也就没办法完全洗干净。其实有的保温瓶就是没办法，你要说要把它拆下来洗，其实很多有缝隙啊什么的，那个有时候很难完全洗得干净。对啊，然后后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再给它就警觉到，这个是霉菌。再给它换成就是霉菌的配方的精油，再给它使用。对啊，然后我们的配方就是我会用那个真正薰衣草2滴，因为真正薰衣草其实是就是比较广泛性的抗菌、抗病毒、抗霉菌的一个精油，然后加上如果说因为肠胃炎的部分，我就会用一个广藿香，再加德国洋甘菊，因为德国洋甘菊它还可以抗发炎，然后广藿香可以让那个肚子绞痛比较缓解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加这个牦牛儿醇、百里香跟那个柠檬细子。那牦牛儿醇、百里香，其实我会选这一支精油，主要是因为牦牛儿醇它其实像那个玫瑰天竺葵里面的那个牦牛儿醇，它其实有一些就是抗那个白色就是念珠菌的效果它也是算是一种真菌。那百里香呢，它其实就是牦牛儿醇再加上百里酚、百里香，所以百里酚、百里香加玫瑰天竺葵就是综合成一支牦牛儿醇、百里香，我觉得这一支精油也是蛮好使用的。接下来就是加上柠檬细子这样子，那我总共就是把它就是涂抹之后啊，就是调和涂抹之后，然后尤其在肚脐周围这样子，然后过了1、2天，真的效果就蛮好的所以真的是这个霉菌真的造成的那个，因为你想说你要让它吃药，其实有时候你在肠胃炎的时候，就是它也吃不下去，一吃就肚子痛，就拉肚子，然后他就不想吃，这时候精油对涂抹在肚子的这个调油啊，效果就非常好。是，刚才李医生您提到就是你儿子的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霉菌的这种保温壶，我最近真的是丢了几个保温壶，因为我发现里面有一层不知道是污垢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点担心，因为其实里面就有一层你好像刷也刷不掉，所以这时候就要来请教一下映如老师了。映如老师，刚才呢李医生提到就他儿子的水壶啊，其实像婴儿就是学习，还有包括像
我们一般来讲婴儿学习的这种水杯，还有儿童水壶，都会附上一些吸管。那这些东西本来就不太好洗，那再加上就是霉菌一旦分泌，就会有一层滑滑的这种膜，叫生物膜。所以请教一下映如老师，如果这些东西啊，让东西真的变得不够好清洗，有什么样的建议，什么样的做法呢？是映如老师。来，我们看一下映如老师。映如老师，导播，映如老师 ，Yeah， 在这边，是我们映如老师在右边，是映如老师，抱歉，我们现在看到您了，你可以请发言。我会建议大家是因为现在尤其是小朋友的，他设计的都比如说还可以按盖子可以打开，里面有吸管，很多细节。但如果可以尽量能够拆开来洗会越好。那拆开来以后，其实现在有一些小工具是可以帮忙。举例来说，有那种很小很细的刷子，然后它的柄是很长的，而且它是那个软铁丝的，所以它就可以伸到我们的吸管里面，然后它等于是四面八方都刷得到。这种小工具其实是可以帮到的。那如果像那个壶嘴的地方，我们喝的地方，甚至可以拿那种像小朋友的儿童牙刷，就比较小的牙刷，其实就比较容易把它刷干净。那另外在洗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它只是喝水，所以不是那么脏，我们就用水冲一冲就觉得 OK。但其实很多时候小朋友是一面吃东西一面喝水，所以它其实食物的嘴唇的油是会沾在我们的比如说杯口啊或者喝的地方，所以建议虽然都是装水而已，洗的时候还是要用一点点洗碗巾，因为把这些我们可能是嘴巴上面含的油脂给完全洗掉，它其实这样子清洁会比较好。那另外拆洗完然后都洗干净以后，一定要彻底的晾干，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想说明天还会要用，就赶快把它装一装，然后又盖起来。那其实它就是在一个潮湿的状况下，然后加上它的密闭，盖起来又是密闭的。第一个打开时很容易会有味道，就是那种阴干的味道，或者它其实没有完全干的话，甚至会就是更容易发霉。所以其实就是拆洗，然后彻底洗净，搭配洗碗巾，那同时一定要完全的风干或者是烘干，这是我们基本要做的。那其实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东西也是类似，比如说我们的保鲜盒之类的，它也是有像胶条啊，或者那种小朋友罐子，它其实也都有那种胶条圈，其实都建议大家都是把它拆开来洗，就是尽量能拆都尽量拆。然后我会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已经是到发霉很严重的程度的时候啊，其实可以考虑就是直接把这些零件换新的。其实很多的大品牌，就我们比较知道市面上这些大品牌的保温瓶，或者是它的水壶，它的这些零件小到它的那个胶条，或者它的开口的那个壶嘴的地方、喝的地方，其实都是有在卖这些小配件的。如果真的很脏，然后也刷不掉的时候，就不要用一些强效，像我们刚才说漂白水这种，就建议大家直接去买配件，其实会比较建议的。所以像这些在买时，我每次都会提醒学生几件事。你在买的时候不是只是看外观美丽，因为有些比如说它是水壶的身体大，然后口很小，其实那个就很不容易刷得到的那种，我们就建议不要买。还有就是尽量买的是大品牌的，就是确定说它的这些耗材是可以买得到的，会是比较建议的。那另外啊，我们平常在洗的时候，像我们的保鲜盒的胶条这些拿起来以后，如果可以的话，或者你觉得它已经开始有一些小黑点时，就可以拿我们刚才说的过碳酸钠来浸泡，因为它就有一个除霉杀菌的效果，然后它又是相对温和的，也比较不会破坏我们这些胶条，所以就用过碳酸钠泡。那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比如拿一个小容器里面装温水，大概就洗澡水的温度，然后加上过碳酸钠粉，大概就1汤匙就够了，把我们这些拆开的零件直接泡在里头。那其实泡的过程中，它就慢慢的分解掉脏污，然后而且它是泡的过程，它会产生很多活氧的小气泡，这些气泡会渗透到一些边边角角我们不容易刷到的地方，把污垢彻底的带出来。那泡完以后再给它冲干净，完全洗干净，然后刚才说烘干或者风干，其实这样子就 OK 了。
哇，过碳酸钠真的是很好用，尤其用在这些可能是就是饮食的这些器具啊、食具，我觉得真的是你要正确使用，其实能够帮我们家长啊，帮我们的家事省很多事情。那么具体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也会跟我一样。有一些胶条的地方确实也很容易发霉，比如说像滚筒洗衣机，就是滚筒洗衣机呢，好像就是在门的地方就会有一些橡胶圈，就有这种情况。那洗衣机本身也很容易发霉，藏污纳垢的这些家电，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呢？第一个，像我们洗衣机，大家会，我在提醒大家说洗衣机会发霉，但一般来说，大家说看不到啊，就看那个桶身好像都亮亮的。但其实比较严重的情况是，就是你会发现有时候洗完白色的衣服上面有一些黑色小点点反而跑出来，那就是它的那个霉已经多到开始剥落，在洗的过程中开始跑到衣服上面，那就是很严重的。那洗衣机发霉是哪里发霉？是它的那个洗衣槽的外侧，所以我们平常是看不到的地方。但如果真的有机会把它拆开，看洗衣槽，它的外面一圈其实是黑的。那造成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第一个它是一个阴暗，然后水潮湿，因为我们洗衣机水使用很多，所以潮湿。然后还有就是洗衣精若有残留，让霉菌有东西吃，都容易让它滋生这些发霉的霉菌。所以我们洗衣的时候记得几件事情，就是洗完衣服以后要把洗衣机的盖子打开，让它是保持一个通风的状况，让它能够干燥，这样子其实霉菌就不容易滋生。第二个就是洗衣精不要用过量，因为过量的洗衣精它就会残留在我们的外壁的地方，让霉菌有东西吃，那它当然就容易有那个霉菌产生。那另外就是还有刚才啾啾你说胶条也会发霉，所以有些尤其是滚筒，它洗完可能盖子没有完全它打开，然后所以它是半开的状况下，其实就让那个湿气，因为胶条边它其实容易沾水汽，然后同时残留的洗剂也会在那，所以就要把胶条的部分擦干，然后让它的门有点开启。那当然如果你是滚筒就要留意，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就要不要让它，比如说是开启时小朋友怕会进去，所以这时候要稍微留意安全性的问题，然后当然洗剂不要过量，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部分。那另外还有建议大家定期要用洗衣槽的专门的清洁粉做一个清洁，因为它其实就是让我们的洗衣机做一个定期的保养的概念，它可以去除掉已经残留的这些霉菌。然后它的概念其实大部分的成分就是类似像过碳酸钠或者是一些除菌的成分，然后透过浸泡慢慢的把外层的这些污垢啊霉菌让它剥落，然后再透过清洗的过程让它能够被带走，所以其实定期的用洗衣槽清洁粉是会有帮助的。我想刚才映如老师真的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像比如说我们的保温瓶啊、保鲜盒啊，或者是保温瓶这些塑胶胶条，包括一直到洗衣机这种，都有可能会藏霉纳垢的地方，或者是说洗衣粉，有时候我们真的洗衣剂装的太多的时候，觉得这样好像洗比较干净，其实没有，反而起到不好的效果，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那接下来要请教一下李医师了，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讲杜绝霉菌啊，就可以清洁啊，可以开除湿机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只用扩香，是否也可以抑菌？还是说，扩香它只是让我们的空气变得香香的，并没有杀菌的功效呢？我觉得对环境的那个效果不是很好啊，它没有办法有效的杀死，就是已经附着在那个墙壁或是家具上的这些霉菌。但是其实人体啊，其实就是用扩香的效果，是你就是直接吸入到人体里面，然后所以也会经由那些抗霉菌的反应啊，去帮助去除这抗这些霉菌这样子。像我之前其实也试过，就是像那个在那个衣橱啊，就是有的衣橱整个都霉味，然后结果我就想说，我又到我的实验精神到了，然后结果我就也是拿那些抗霉菌的去给它扩香，结果一样没有效果，那个霉味还是很重还是除不了。对，所以其实我还是觉得，还是如果说你的环境中是霉菌的比较严重，你可以借由扩香，然后进到人体，然后去帮忙人体去对抗这些霉菌，但是你还是要做到这个清洁环境的这个工作，这样子会比较好。
是，所以我们不仅是体内要清洁这些霉菌，你像刚才映如老师介绍的这种清除家中的霉菌，真的是非常重要，里外都要兼顾。所以进一步还是要请教李医师，因为现在很多人担心说霉菌进入我们体内啊，会有一些危害啊。但是我们真的是有时候生活真的是在潮湿而且容易长霉的地方，我们又不能控制天气，因为经常我妈妈有时候会觉得，哎呀，又下雨了，她就开始忧愁了。所以呢，我们不能控制这个气温啊，我们不可以控制天气，但是我们身体又受到霉菌的危害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些精油来改善我们的体内？比如说像霉菌孢子容易吸进我们体内，有没有办法可以保护我们的呼吸道呢？可以啊，其实我们就是说可以用一些扩香的方式啊，譬如说你使用像真正薰衣草啊，还有像牦牛醇、百里香然后这个真正薰衣草2滴，牦牛醇、百里香1滴，山鸡椒1滴，乳香2滴。那牦牛醇、百里香刚刚讲过，其实就是这个分类，然后还有山鸡椒，它是这个醛类，所以这2个是抗霉菌效果会比较好，但是它们就是浓度还是不要太高。那乳香呢，其实就是加强我们这个肺部的血液循环啊，帮助这些就是毒素啊带出去。然后真正薰衣草其实就是用它是一个酯类，那我们会讲中医会讲说肺是这个焦脏，所以会需要一些比较柔润的精油去带进去这样子才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肺。然后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把它调成大概就是3% 左右，再用那个10ml 的基底油。那你可以涂在哪个地方？你就可以涂在我们这个前胸或是后背的地方，或是说我们这个肺经就是这个手的一面啊，然后靠近大拇指这一端这样子涂抹的话，其实也是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呼吸道的防护这样子。那还有就是说，家里如果有宠物的话，其实还是不建议使用扩香，因为宠物也会闻到。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用这些就是保护呼吸道的抗霉的配方的话，你可以稀释之后涂在自己的身上，然后直到吸收为止。吸收为止之后呢，其实你的宠物去碰到你就不会有问题了。像之前也有看到一些新闻，就是好像有的人的那个保养品啊，或是什么清洁剂啊，就是在手上没有洗干净，结果他的宠物误舔了之后，反而造成那个宠物生病的问题所以其实你就是用到让它就是完全吸收，其实是不会有问题。像我家里也有养只猫啊，其实他们都不会有这些问题这样子。是，所以其实精油对我们身体啊、环境也是很友善的，但是还是要正确使用。因为如果家里有宠物啊，这些比较小的这种没有办法很抵抗这些，比如说抗病毒啊这些能力，可能还是会伤害到它们。所以正确使用还是非常重要。我想今天其实李医生也教我们很多的方法他个人的经验还有他的临床上的经验，大家不妨可以使用看看。那如果说刚才提到室内扩香啊，我想请教一下映如老师。因为其实很多人包括在车子里面冷气口出口就冷气就是风吹的地方就挂上这种香氛片这个确实是蛮香的希望这个出来的空气真的是香的，然后又可以净化我们的空气。但是呢，有些冷气吹出来的风是臭臭的，所以我就想一下，请问一下这到底是不是因为霉菌？那我们自己可以处理吗？就请问一下映如老师。是映如老师。有时候啊，大家会刮一些像JoJo你说那种香氛片，然后它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出来的空气品质不好，觉得说吹出来是臭味，然后想用味道香香的来处理掉它，但它没有真的解决问题，因为它的臭味还是一直出来。所以我们还是要找出为什么我们冷气出来的风好像味道不是那么好，然后有一个闷臭味。但大部分造成这个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的冷气的那个滤网不干净造成的。因为冷气它其实等于是一个换气的过程嘛，那如果我们的滤网是脏的，它在换气过程中当然就是把这些脏空气给带出来，或者它的那个滤净的效果当然会变差。所以记得就是冷气的滤网一定要定期的清洁。那滤网的清洁原则上就是1到2个礼拜就要清一次，那它其实还蛮容易的，因为我们打开冷气的那个外面的塑胶壳
拉出来的那一块就是我们的滤网。那它清的时候就记得一个原理，就是先干后湿。所谓的先干就是用干的方式，不要直接碰水。那干的方式就是可以用，比如说我们有刷子，软毛的刷子，或者是不要的牙刷，轻轻的把灰尘刷掉。那如果没有的话，吸尘器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用吸尘器把它上面的灰尘吸掉，其实再水洗这样就 OK。那洗的话，其实一般来说用水冲就可以了。但如果说我的冷气是比较靠近我家的厨房，或者是我家是靠近大马路，你觉得滤网比较容易有一些比较油污类的脏污的话，可以用一点点的洗碗精，其实就可以达到清洁的效果。但千万不要用一些那种非常强效，比如说强酸或强碱的那些清洁剂，其实会破坏滤网。那洗的时候也不要用力的刷它，因为滤网是很密的很细的，在刷的过程其实都会破坏它。那洗完以后啊，就记得就把它风干，就是放在阴凉通风处晾干再装回去，但是不要放在强光下曝晒，因为其实滤网它的框通常都是塑胶材质，过度的曝晒有时候滤网会有裂开，那个框会有裂开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其实就是要定期的清洗。那同时还有就是我们有时候要检查一下出风口的地方，因为有时候大家会把冷气开到很冷，温度很低，然后觉得够凉了就把它直接关掉，但关掉的刹那间，其实那些冷空气是留在我们出风口，然后关掉以后跟热空气凝结以后，很容易会有水汽还有灰尘留在出风口处。那久了我们看一下出风口就有黑色点点，那些其实就是发霉，所以记得就是要把出风口的水汽跟灰尘要定期的把它擦一下。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等到换季我们已经不吹冷气了，比如说秋天到了冬天到了，我们冷气确定都不要开了，在最后一次开之前，那个收起来之前，记得就是把它开送风吹个30分钟，让它里面是干燥的，其实这样子就可以避免以后有发霉的情况。哇，这些生活的小细节哦，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刚才您提到冷气就是怎么清洁，我想，我没错，我自己对照起来，我自己每一个步骤都是做错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学起来。现在大家大量在使用冷气，真的不要再做错了，因为做错就是除了让冷气寿命变短，而且你的清洁效果也不好，然后吹出来的风可能也不是对你健康很有帮助的，所以还是要进一步再请教一下那个映如老师。台湾真的说实在湿气也很重嘛，其实不要说只有台湾，因为海岛型气候肯定是湿气很重。那您平常有哪些除湿防霉的妙招？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很重要，请您分享给大家，教大家一些小撇步。好，其实要做到一个除湿跟防霉，真的是习惯的养成很重要。第一个，我还是建议大家每个家真的都要配除湿机，因为除湿机真的是比较好的控制我们湿度的一个工具。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比如说台湾真的很潮湿，如果你光靠一些什么防潮的小物，其实它的效果真的不够，所以家里真的是要有除湿机，所以只要一看湿度太高就记得要开。然后除了除湿机要开以外，像我就会在每个房间都放湿度计，因为现在湿度计网络上都卖很便宜，有些不到100块就买得到。那为什么要放那么多湿度计？因为可以让我们比较快的监控每个环境里面的湿度情况。有时候我们人体感觉没有那么明确知道现在湿度多少，但一看发现现在已经到70几将近80，那就知道我们一定要开启除湿机。然后或者你可以知道每个房间的状况，知道可能家里除湿机没那么多台时，哪一间要先除，然后哪间已经够干燥了，那可以暂时换另外一间。所以这个湿度计也是要备着。那另外还建议大家有一个东西也要备着，就是刮刀。其实刮刀一定要放一支在浴室，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洗完澡以后，把淋浴门、地板，甚至我们的洗手台的台面的水都刮干净。其实减少水分其实就是降低湿度，然后它就是刮刀又使用上很顺手又很快，所以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器具。我想今天呢，真的是映如老师啊，还有李嘉玲医生，真的为我们带来非常多，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对我们健康还有我们的环境，整个环境居家安全很重要的一些知识，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又潮湿又热又闷的天气都能够安心的让我们身体还可以获得最好的保养。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李嘉玲医师还有陈映如老师精彩的解说，非常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谢谢，拜拜，拜谢拜。谢。好，我想呢，今天呢，真的是说到霉菌，真的是无处不在。今天不管是映如老师，或者是李嘉玲医师提到了浴室、冷气，还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湿气发霉，记得，我想有几个很简短的提醒，还是要告诉大家：通风、除湿、清洁，还有选对精油、用对精油，我想就是很关键的。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的内容。那如果你有喜欢这一集的内容，请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还有留言，告诉我今天您觉得最受用的一个方法。那同时提醒大家，如果您还没有订阅的话，请赶快帮我们订阅啾健康咖。我是啾，我们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